大家好，我是超级，今天给大家讲解 3.0 版本的平衡调整。这期影片讲解的部分包括英雄、装备和符文的改动。至于其他的更新内容就不包括在这期影片里面。如果有兴趣了解的话，可以前往官方网站查看。那么我们现在开始本期的内容。首先是新英雄瑟提和优米，瑟提会在1月26号在全球一起上线。那么经过试玩之后，发现瑟提的强度非常的高，一套组合拳就可以给敌人带来极高的伤害，所以瑟提加入手游肯定会带来不一样的火花。之后，优米会在2月12号在全球一起上线。那么经过我试玩之后，发现优米的操作上限其实没有很低，特别是在释放一技能的准确度上，所以优米加入手游对双人入也有很大的影响。接着有4位英雄加强，第一，伊泽瑞尔，一技能攻击力加成增加。那么我觉得伊泽本身的强度比较一般，但是在他装备成型之前的伤害确实比较低，所以加强一技能对前期的伊泽比较有帮助。强度水平中上。第二，莫甘娜，二技能对野怪的伤害系数增加。那么我觉得莫甘娜走打野位比较好用，因为它本身二技能刷野的速度非常的快。可是莫甘娜 gank 人的能力过于依赖一技能或者是大招，还有后期的作战能力也会随着敌人有防御装备变得更弱，所以莫甘娜打野的实力还需要时间观察。强度水平可能中等。第三，瑞文，基础生命恢复和生命恢复成长提升。那么我觉得瑞文本身的强度和表现都很强，可是这波加强让瑞文有了更好的续航能力，所以我认为这是设计师表面想要加强瑞文，实则是设计师想要提防瑟提变成上单霸主的手段。强度水平高。第四，贾克斯，基础生命恢复和生命恢复成长提升，可是被动进行了成长算法的削弱，在打野方面会影响到贾克斯的刷野速度，所以设计师加强贾克斯的恢复能力的目的，就是让贾克斯尽可能回归到线上进行战斗。可是这样的调整对贾克斯真的会比较好吗？这里我先暂时打个问号。强度水平中等。接着有4位英雄削弱，第一，泰达米尔。机制从触发暴击可以减少技能冷却时间，变成对小兵触发暴击才能减少冷却时间。那这波削弱对打野蛮王有着巨大的影响，因为现在打野怪不能帮助蛮王降低技能的冷却时间，这样他的刷野速度和状态都会变得很差。所以我建议大家之后别玩蛮王打野了。强度水平中下。第二，凯尔。生命成长、被动和3技能都被削弱，那么我觉得天使到了后期是真的无敌，所以我认为稍微削弱天使的技能其实没有很大的问题。可是天使这位英雄同时也是近版本的版本陷阱，因为这位英雄要到后期才能发挥作用，在前期真的很容易给敌人针对和打穿，所以天使的强度是基于玩家的理解和操作。强度水平中上。第三，蒙多医生，基础生命恢复和生命恢复成长降低。那么改版后蒙多的强度真的很不错，特别是在自身的恢复能力和伤害都变高了，所以我觉得削弱蒙多的恢复能力也是比较合理的。强度水平中上。第四，厄运小姐，二技能的被动和主动的移速降低，这只是小幅度削弱，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，或许只会影响到追击和逃跑的能力。强度水平中等。然后有3个装备进行了调整，第一，夜之锋刃削弱，合成费用和总价格都提升了，稍微能克制刺客英雄过早买下这件装备，让中单法师英雄能好受一些。第二，夺萃之镰加强，攻击力和恢复魔力提升，这件装备我个人比较少在用，这次加强之后可以考虑多使用看看。第三，海克士兵超核心加强，装备的被动时间间隔变短。之前我也觉得这件装备的冷却时间太长了，对经常使用主动装备的辅助不是很友好，所以现在这个改动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。最后还有一个符文的改动，残暴符文削弱，提供的物理和魔法伤害削弱。那么这个符文确实是峡谷里最万能的符文，可是玩家根本没有其他符文可以进行选择，这波符文的削弱真的让人觉得很奇怪。设计师不加符文还削弱非常好用的符文，所以大家觉得这个符文调整满意吗？欢迎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。那么以上就是 3.0 的平衡调整，如果大家喜欢本期的内容的话，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和3连。我是超级，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